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来猜片片，各位久等了。本期视频咱们接着来聊《邪恶之花》5、6集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正片开始前还是带大家回顾一下上期剧情。小黑他爸是连州市连环杀案的凶手，但是这个案子的第7名女死者一直没找到尸体。死者的老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他认为小黑知道妻子的下落，于是就杀人以后嫁祸给小黑，让警察帮自己找小黑。殊不知小黑在一场车祸以后改头换面，变成了小白，还和身为警察的白嫂结了婚。小白想在警察之前找出嫁祸自己的人，他正好撞上白嫂查案，夫妻俩在黑暗中交错后，小白不慎把自己的手表丢了，白嫂会因此怀疑小白吗？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来看看。司机把车开到农家乐门口，小白一上车，司机就问他美叔在哪里，可小白压根就不知道美叔是谁。此时记者在黑崖村的诊所治疗，老大夫听他念叨美叔，赶紧提醒他，美叔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第7个死者。记者一听，立刻给小白打电话，婆婆那张拍到了小白的照片果然在司机手上。小白二话不说抢过来就一把撕碎，并表明他对黑爸杀人的经过一无所知。司机认为小白是在狡辩，他也没打算在这里搞定一切。说罢，司机就想迷晕小白，而小白掏出之前做好的匕首，戳中了司机，趁机下了车。照片化作灰烬，唯一能证明小白曾经是小黑的证据也消失了。可刚刚的迷药发挥了作用，小白仍旧打不过司机，还是被拖上了车。农家乐的老板娘吓得马上报警，正好是白嫂的同事接到报案。坦白讲，白嫂刚看见手表时，内心的确有一丝动摇。她害怕小白真的和案情有牵扯，又想不明白到底咋回事。所以当同事问起手表是谁的，她下意识就说是自己的。老板娘的报案打断了白嫂的胡思乱想，她立马赶往农家乐，并且在现场发现了小白挣扎中落下的手机。她在相册中翻出小白的照片，老板娘一看，这不就是刚刚被绑架的帅哥吗？得知小白被司机绑架了，现在很可能有生命危险，白嫂的心更乱了。她现在该上哪去找司机呢？要找司机，咱们现在回警局看一看。警局内部被罪犯窃听，令外界一片哗然。领导切得够呛，第一时间就去找狗哥问责。狗哥也不甘示弱，反手抓住了领导的脑袋。专案组组长制止了这场闹剧，他催促狗哥赶紧去抓司机。狗哥马上留了白嫂，根据出租车公司的监控定位，确认司机还没离开村子。白嫂按狗哥的报点去追人，他一路狂飙，堪比女版拓海，眼瞅着马上就要追到司机了，可惜还是让他跑了。关心则乱，白嫂失去了以往的冷静和理智，只好打电话求助狗哥。狗哥表示，既然是绑架，就一定有囚禁人质的地方。等出租车公司调出司机的行程单，就能按照他以往的行车路线推测出小白的下落。白嫂想起以前狗哥曾凭借动物的直觉，在警方确认嫌疑人之前就抓住了罪犯。狗哥回忆以往的案例，突然灵光乍现，让白嫂现在就出发。他们在司机家会合。狗哥到底想到了什么？司机家里真的有线索吗？稍等片刻，插播一段父母亲情，再来揭晓答案。重案组组长来找白爸和白妈说明情况。一般的父母碰到儿子被绑架，大多都会情绪激动，哭天抢地，少不了质疑警察的办事效率。可白家老两口却很淡定，除了白妈有点精神紧张，白爸是冷静地关心起案情进展以及罪犯会不会被绳之以法。等组长离开后，白爸安慰白妈说，就算警方查出小白的身份，他们也可以假装毫不知情，外人都会以为他们是被变态杀人犯控制的可怜父母，谁会忍心责怪他们呢？原来在白爸眼里，小白只不过是个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人。接下来镜头一转，小白醒了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司机的秘密基地。司机检查了小白随身携带的证件，得知他已经改过身份，还有了老婆孩子，过得非常幸福。司机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他老婆美术的尸体在哪？小白一直不说，他就一刀一刀把小白捅中马蜂窝。小白这人一向是君子报仇，现在立刻马上举报。司机好不容易挣脱，气得来了一招开闸放水。小白这才发现司机的秘密基地是个废弃的游泳馆，他被司机绑在池子里，如果不给出对方满意的答案，就会被活活淹死。接着司机又问，2002年5月12日，美叔失踪那天坐过黑爸的 SUV， 小白真的不记得吗？小白又不在现场，怎么可能有印象？但他很好奇，司机为何如此笃定老婆失踪那天上了黑爸的车？这个问题记者可以回答。他在诊所的收获颇丰，不仅治好了伤，老大夫还给他介绍了一位片警。片警认识连环杀人的目击证人，记者赶紧请片警喝酒，从他口中套出了目击证人的信息。据说目击者当年亲眼看见美叔被抓上了黑爸的车，当场就报了警，是小黑为黑爸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黑爸曾被判过无罪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早点给黑爸定罪，美叔可能就不会死。可小白表示他绝没有撒谎，当年他和警察怎么说的，现在他原话复述给司机。从2002年5月12日早上到第二天上午，他和黑爸就没分开过。而且黑爸被判无罪，主要原因是目击证人反悔了，撤销了对黑爸的指证，这才是重点。司机对目击证人翻供避而不谈，反倒拿出情侣款手机链质问小白，如果小白真的啥也不知道，为什么会有他老婆的手机链？姐姐当初在黑爸的葬礼上把手机链交给小白时，是希望给小白带来好运。可18年过去，小白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手机链有一天会要了他的命。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这黑姐想陷害弟弟吗？狗哥和白嫂已经赶到司机家里，之前有过一起类似的绑架案，凶手囚禁人质的地方在拆迁区，拆迁区的房子都很破，可凶手家的门却装着高级的密码锁，一看就是刚换的。所以狗哥推测，如果司机早就准备绑架小白，应该也会更换绑架地址的门锁。怎么样？这波操作专不专业？觉得专业的小伙伴去把公屏打在专业上。果不其然，白嫂和狗哥在 C 家的垃圾桶里翻出了开锁公司的宣传单，二人立刻给开锁公司打电话，确认了游泳馆的位置，然后立刻就上路了。
就在被绑架的小白命悬一线的时刻，白嫂一行人终于赶到。狗哥砸开门锁对付司机，司机反应迅速，上来就捅了狗哥一刀，企图挟持狗哥当人质。狗哥也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白嫂子赶紧去救老公，她发现小白在水底，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。白嫂给小白送了2口氧气，直到小白稍微恢复意识，想到了过去。小白和白嫂在2006年相识，那时候小白刚刚成为小白。2年后的2008年，白嫂和小白表明心意。小白当时就吓唬白嫂：“你知道我是啥人吗？就敢追我？我小白不但抽烟喝酒染头发，而且没文化、爱打架、心理变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能看见点阴间的玩意儿。”小白以为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，就能把白嫂吓跑，可白嫂却告诉小白：“我奶奶也总来梦里找我，我就跟她老人家说，你走吧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”然后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不仅如此，白嫂完全不在乎小白们的感情，并表示以后会一直对小白好，要用真爱感化他。说着说着，还主动亲上了。没想到黑爸真的如白嫂说的一样，转身离开了。从那天起，小白就对白嫂产生了感情，所以当白嫂把他从水里捞上来，小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。小白很快被送到医院抢救，这不是他第一次闯进鬼门关。15年前，他还是小黑的时候出了车祸，当时他握着甄小白的手求他别把自己送去医院，因为自己是通缉犯，绝不能被发现身份。18年前，村长被谋杀之后，小黑也曾躺在病床上告诉黑姐去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再也不要找他。接着，无数痛苦的回忆涌入了小白的脑海，再加上满屏都在刷小白醒了的弹幕，终于逼迫他从噩梦回到现实。小白昏迷了整整10天，医生为了确认他是否清醒，问了几个问题，要小白说出自己的姓名、生日，再说出妻子的名字。小白回答的都很顺畅，可问到女儿时，小白却迟疑了。别担心，小白啥事没有，刚刚不过是在跟女儿开玩笑。这时白爸也来看望儿子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白爸是医院院长，小白现在住的就是最佳的医院。白妈也紧随其后赶到，她控制不住脾气，一进屋就发现讨厌的儿媳亲家母都在，非要赶人家出去。亲家母气得够呛，白嫂却早就习惯了。她带着女儿和妈妈离开，可走到门口，她就开始心神不宁。小白好不容易醒过来，白嫂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会醒得心事重重呢？病房内，小白让白妈别担心，黑家村有黑爸留下的工作室。他骗白嫂说想偷偷看看黑爸做的工艺品，还答应陪记者一起去黑家村做采访。打车时碰巧坐上了司机的车，所以才被绑架。虽然这谎言很拙劣，但白嫂一直信了他，应该不会怀疑什么。白妈又开始担心自己醒过来怎么办，情绪激动的大吼大叫。白爸知道白妈只会添乱，白爸把白妈哄回家，自己和小白商量对策。白爸告诉小白，司机刚做了手术，人虽然活下来了，但仍旧没有意识，而且明天官方会对司机正式下发逮捕令，司机很可能被转到其他医院，所以小白只有今晚动手宰了司机，才能永绝后患。小白冷笑一声，反问白爸：“医院是你的，你动手不比我更容易吗？”白爸也是个老狐狸，他可不会为了便宜儿子冒险。父子俩僵持不下，最后小白决定考虑考虑，半夜12点之前给白爸答复。当天下午，警方打算请小白进行被害人调查，让他复述被绑架的经过。白嫂本想替小白拒绝，小白却欣然决定协助调查。负责问询的人正是狗哥，可怜的狗哥人缘真是不咋地，伤了这么久，完全没人相信他来，而且还得带病工作。狗哥的第一题就很犀利，为啥司机没有像杀线人一样直接杀了小白，而是对他进行拷问？司机到底想从小白口中知道什么？显然，当被害人是家属的时候，即便是警察也无法保持冷静。可白嫂似乎是有些紧张过头了，为了不耽误调查，白嫂只好暂时离开。接着，狗哥的问题更过分了，为什么司机没用连环杀人的方式勒死你，而是想淹死你呢？可小白被绑架的原因太不合理了。小白和记者突然决定去黑家村，随便坐了一辆出租车，碰巧遇上司机，然后就被绑架了。这运气不买彩票的可惜了。小白叮嘱狗哥语气里的怀疑，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只说狗哥早就看他不顺眼。几年前，白嫂刚把小白介绍给同事，狗哥就在背后劝白嫂分手。小白表示，如果你对我有啥不满，我现在就道歉。狗哥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就是凭直觉认定小白在撒谎。小白3言2语就把狗哥怼得无话可说。他申请换人提问，狗哥也不甘示弱，表示早晚会揭开小白的丑恶嘴脸。另一头，记者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目击证人，这人是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现在在职业是清洁工。记者想让清洁工接受采访，再说一遍美叔失踪当天的情形，清洁工却非常抗拒，他说只想照顾女儿，不想被外人打扰。记者很疑惑，就问2句当年的案子而已，至于把女儿都搬出来当挡箭牌吗？ 도민석은예전에죽었어요。 그놈 말고。 清洁工情急之下说漏了嘴，记者也在瞬间察觉到案子另有隐情。清洁工口中的坏人不是黑爸，却和连环杀人案有关，这只能证明一点：连环杀人案不止一人所为，黑爸有帮凶。可帮凶是谁？他为什么能隐姓埋名这么久？咱们接着往看。长景再次前往到医院，白嫂来到病房，小白看出白嫂心情低落，就劝她回家好好休息，别在医院里陪床了。这一句话不知道踩了什么雷，让白嫂瞬间爆发。发泄了一通之后，白嫂嘴角失去了幸福的皱纹。这一瞬间，小白发现自己读不懂白嫂的表情了。他想再和老婆谈谈，白嫂却怕说出更伤人的话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而白嫂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小白昏迷的前3天，她恨不得把医生绑在小白床边，就担心老公突然出什么状况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小白出的状况和身体无关。小白昏迷期间无法自控，当他梦到黑姐时，就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堆梦话。原来白嫂已经知道了小白就是小黑，可是小白醒来，他却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问，怪不得他在狗哥提问时那么紧张，怪不得他和小白发脾气。可真相既然来了，他就只能接受，并且尽力去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恰巧电视台曾热度做了一期连环杀人案的专题节目，白嫂无意中看到记者正在介绍黑爸工作室的地下室，她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当晚，白嫂回到警局，翻看了18年前村长被谋杀的案件资料。当时警方对小黑的判断是有暴力倾向，没有共情能力和罪恶感，疑似分裂型人格障碍。白嫂看到这里快要窒息了，不过直到现在，她还不想完全认定老公是个没心没肺的杀人凶手。于是她带上查案的装备，撬开自家地下室的门。她好久没有来过这里，现在看来，这个地下室和黑爸的地下室如出一辙。白嫂会在地下室找到线索吗？与此同时，小白完全不知道老婆的行动，他答应了白爸的提议，动手干掉昏迷的司机。他以帮司机清理伤口为由，支开了看守的夜班警察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和司机独处的机会。原来司机早就恢复了意识，他之所以假装没有知觉，就是在等小白来杀他，只希望临死前小白能大发慈悲，告诉他老婆的尸体在哪。小白无言以对，老哥，咱都折腾到你死我活了，你咋就不信我是真的啥也不知道呢？司机干讨了几天，也找回了一丝理智。他发现自己对小白的了解都来自于村民的传闻，而他却因为传闻杀死线人，拷问小白，做了一堆荒唐事。所以现在小白要杀他，司机也无话可说。既然这样，小白决定再问司机最后一个问题，然后就送他上路。当司机听到老婆死亡的消息时，心里是什么感受？小白还是无法理解，但他认可对老婆有感情的男人应该都会和司机一样，即使人死不能复生，也想妻子得以安葬。最后一个话题说完，小白就要送司机上路了。2分钟之后，夜班警察察觉到不对劲，火急火燎地赶回病房。哎，怎么一切正常？司机啥事都没有。原来小白根本就没想杀人。他告诉司机，司机和老婆的情侣手机链之所以在他手上，是因为在黑爸的葬礼上，有人把手机链交给了他的姐姐，并欺骗黑姐手机链上刻了鱼，代表着幸运，所以姐姐才把手机链交给了小白。姐姐是一片好意，但把手机链给黑姐的人，显然只想坑他们姐弟。司机一听，顿时就不想死了。他质问小白为啥不早说，小白也很无奈，当时你都要淹死我了，我说啥你能信啊？接着小白和司机讲道理，你说有目击证人看到美术被绑架，我却能给我爸做不在场证明。如果我和目击证人都说了实话，那就证明我爸是有共犯的。司机听完更激动了，可他得了癌症，只有2个月活头。如果想指望小白抓住帮凶，问出他老婆的下落，司机就必须听小白的安排。这段话没有明说，但我推测小白应该是和司机串通了口供，教他怎么通过警察的问询才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就这样，小白在收编了记者之后，又收编了司机。而小白绝对想不到，此时的白嫂刚把整个地下室喷满显影液。小白之前和记者互殴留下的血迹，现在还能看得出来。白嫂又在角落里找到了记者当时割断的带子，她开始害怕老公和黑爸一样，也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可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女儿小时候用的学步车却让白嫂平静下来。白嫂一看见学步车，就想起了小白悉心照顾女儿的画面。比起传闻，她更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几天之后，司机承认了所有罪行，小白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。清洁工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。当年他书面指证过黑爸绑架美术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颠覆了自己的供述。这其中的确另有隐情。录音里有一个男人威胁清洁工，并且告诉他，村长就是想替人出头，才丢了性命。可录音里的男人究竟是谁？他是不是黑爸的帮凶？难道说是他杀了村长？这些问题目前还无法确定。白嫂来见谢莲的妻子，早些时候，谢莲妻子打来电话，说他手中有小黑的东西，想约白嫂单独见面，帮他破获18年前的案子。一见面，谢莲妻子就拿出一个黑色的背包，说是小黑和线人一起打工时留下的行李。妻子希望白嫂赶紧抓住小黑，一想到有个变态杀手在小法外，他就吓得睡不着觉。白嫂却对小黑说话，一个精神变态无法照顾比自己弱小的生命。可根据资料可知，小黑有一条养了10年的狗，就算黑崖村的人都说小黑是黑爸的帮凶，杀了村长，但却并没有人亲眼看见小黑行凶。白嫂这番话是说给谢恩的妻子，也是说给自己，她一定要查清真相，哪怕要亲自给小白定罪。邪恶之花5、6集的内容到这里就戛然而止。本期虽然没有新的案件，却看得我抓心挠肝，恨不得冲进去替小白向所有人解释，他真的没杀人，他真的是无辜的。但白嫂还是令我感动，她得知了老公的真实身份，却在巨大的冲击下冷静地做出判断，没有盲目的指责和质问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认可小白的为人。我相信未来有一天，白嫂一定能查出所有真相，还小白一个清白。至于黑爸的帮凶到底是谁，会不会是黑姐？小白会不会顺利找到他？小白和白嫂什么时候才能坦诚相对？本期视频点赞过1万，邪恶之花继续更新，准基欧巴就在下周等你，拜了个拜。